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末路狂欢。今天介绍的依旧是韩国的经典恐怖片《灰姑娘》。故事开始，秀晶紧张又窃喜地躺在病床上，准备做手术。因为这次的手术是脸部整形手术，手术成功的话，自己就会更加漂亮，所以她满怀期待地闭上眼，等待接下来的惊喜。而好友贤秀的妈妈正好是这家医院的整形医生，同时也是秀晶这次整形手术的主刀医生。此时刚打了麻醉药的秀晶静静地躺在病床上，突然听到门被打开，好像有人进来。本想扭头一看究竟，却无法动弹。就在她惊慌不安时，医生出现在眼前。秀晶的手术很成功，确实比之前更漂亮了。同学们也都纷纷选她当绘画模特，台下的同学对她的变化赞不绝口。秀晶听后也是喜上眉梢。这时制作泥巴雕像的贤秀不小心用刻刀划到了雕像的脸，而贤秀却莫名的感觉自己的脸也被划了一刀，而后就大叫着跑出了教室。此时脸上的鲜血越来越多，耳边却传来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：把你的脸还给我。秀晶慌张的四处看去，却空无一人。此时贤秀正好追出来找她，询问发生了什么事，而秀晶这才发现自己的脸上根本没有伤口，原来刚才的一切只是幻觉而已。后来几人在等公交车时，一个老人过来递给他们几张寻人启事，上面是老人失踪多年的孙女。这天晚上，贤秀的好友都来为他庆祝生日。就在大家高兴地唱生日歌时，秀晶却听到了女人的哭泣声，而其他人却丝毫没有觉察到异样。难道是自己过于敏感了吗？秀晶急忙跑到卫生间，看着镜子里自己漂亮的脸的秀晶很是满意。耳边又听到了女人的声音：好漂亮啊，可惜那是我的脸啊。秀晶赶紧再次冲洗脸部，没想到这次起身照镜子时，竟看到了一个毁容的自己，吓得她又大声尖叫起来，然后拿上自己的东西匆忙离开了贤秀家。回到家后，秀晶竟直接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好几天。好友担心她出事，便叫来了贤秀和她妈妈，希望能劝劝秀晶。贤秀来到秀晶的房间，里面一片漆黑，秀晶蜷缩着身体，害怕地坐在地上。原来是秀晶从做了整容手术后，就感觉自己的脸变了，总想把脸皮撕下来。这时她又莫名地听到那个恐怖的声音：我会让你变漂亮的。秀晶突然变得暴躁起来，将贤秀推出了房间，然后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，看着自己的脸，耳边还不断地传来夸赞的声音。当其他人听到秀晶惨叫后，急忙冲进房间，发现秀晶早已死去，而她的半张脸已经被割去，模糊不清。这天贤秀在家里做面膜时，突然梦到了死去的秀晶，斥责都是她妈妈的错。紧接着就感觉有一双手在她的脸附近徘徊，然后用力按向她的眼睛。贤秀赶紧抓住对方的手，大叫着从梦中惊醒，原来是噩梦。由于一直找不到妈妈，贤秀便来到了地下室寻找。这是她第一次进来，因为妈妈禁止她来。看着灯还亮着，她便随意地翻了翻桌子上的文件，都是一些整容者的资料。一张黑乎乎的整容照片却引起了她的注意。突然感觉身后有人，吓得贤秀大叫一声摔倒在地，而这个人正好是她的妈妈。妈妈大声呵斥贤秀：谁让你下来的？而另一边，贤秀的两位同学则探讨着两人整容后的相似经历。做手术时总感觉有东西在床下爬，手术后一照镜子，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而后两人为此找到了贤秀的妈妈。贤秀的妈妈表示，两人对秀晶的死太敏感了，那都是幻觉，不需要担心，一切如常。而贤秀则细细查看着从地下室里拿出来的照片，上面是一个面部被烧焦的女孩，可备注的却是自己的名字。于是决定去找爸爸问问这件事，恰好被妈妈听到。妈妈便偷偷跟着贤秀来到了前夫工作的地方。就在她等贤秀的时候，却回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。当时她开车带着小贤秀来找老公，把小贤秀一人留在了车里，独自来到老公单位，竟看到老公在偷吃。就在两人为此事争吵不休时，自己的车子突然爆炸，小贤秀被烧得面目全非，各大医院都无能为力。妈妈只好去教堂祷告，没想到却偶遇一个走丢的小女孩。后来小贤秀被接回家养伤，而那个走丢的女孩也被带了回来，安置在地下室，还称自己妈妈。这时贤秀出来打断了妈妈的回忆，
见贤秀已经离开，妈妈便找到前夫。贤秀妈妈认为前夫没有资格见自己的女儿贤秀，而前夫认为亲生女儿早已死去，现在的贤秀只不过是前妻从教堂领回来的那个女孩而已。当全身湿淋淋的贤秀见到妈妈后，一把搂住她，向妈妈道歉。妈妈则欣慰地认为女儿已经知道实情，理解了她的良苦用心。就在贤秀洗澡时，妈妈却见到了另外一个贤秀，正在楼下按着门铃。妈妈不知所措地按了开门键，可这个贤秀进来后闷闷不乐。妈妈关心地询问女儿发生了什么事，可贤秀却更加生气，表示自己并不是她的亲生女儿，只不过是那个死去女孩的替代品。妈妈气愤地扇了她一耳光。当这个贤秀伤心地回到房间后，妈妈赶紧来到浴室查看，只见鱼缸里满满的泡沫，只能听见女儿的声音，却看不到人。此时坐在床上的贤秀突然摸到了一把头发，急忙起身掀开被子，只见一个女人正躺在自己的床上，吓得她发出阵阵尖叫声。再看去，那个女人又消失了。第二天，好友发现寻人启事上的女孩和贤秀有点像，贤秀表示自己就是那个走丢的女孩。而那两个做过整形手术的学生开始出现吓人的举动，在教室里拿着刀在对方的脸上勾勒着。好友还发现贤秀与走丢女孩长相虽一样，但眼睛颜色却不相同。贤秀也很是不解，说着两人来到了教室，却见到了鲜血淋漓的两个同学。当警察赶到后，两人因失血过多早已死去。为什么让妈妈做过手术的同学都死了呢？贤秀很是困惑，难道是和自己被换过的脸有关吗？他再次来到地下室寻找线索，就在他翻看资料时，突然听到大门关闭，便急忙跑过去大声呼喊妈妈，却没有人回应。而妈妈却对此全然不知，以为家里躺着的才是自己的女儿贤秀。就在他准备离开女儿房间时，却听到一个女孩喊妈妈的声音，并扭头向后看去。此时他好像看到自己正为亲生女儿做换脸手术，把丢失女孩的脸皮移植到了亲生女儿的脸上。后来丢失女孩被贤秀妈妈锁进了地下室，而贤秀妈妈也曾许诺丢失女孩会给她一张更漂亮的脸的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丢失女孩却始终未能如愿，只能整日戴着面具。贤秀妈妈也不许女孩离开地下室，女孩也只能偷偷看着贤秀漂亮的脸蛋和开心的聚会。就在她羡慕的想要出去时，却被贤秀妈妈又强行拽回来地下室，关在常年不见光的地下室生活。女孩生日这天，贤秀妈妈买了生日蛋糕，高兴地给女孩过生日。没想到女孩早已上吊自杀。此时被关在地下室的贤秀也看到了女孩的好多面具和她的日记本，里面全是女孩对贤秀的羡慕，希望自己也能拥有漂亮的脸的，可以去上学，可以得到妈妈更多的爱。由于妈妈的一次次食言，慢慢的将这份美好憧憬变成了恨之入骨。因为女孩知道贤秀的漂亮脸的曾是自己的，所以她发誓要将贤秀和她的朋友们全部杀光。就在关键时刻，好友打来电话，救出了地下室的贤秀。贤秀现在知道了真相，便急忙跑上楼去找妈妈。当好友追到楼上时，发现里面一片漆黑，借着打火机微弱的火光寻找着贤秀。当看到贤秀后，他却表示贤秀不在这，我才是真的，我才是他真的女儿。原来这是那个丢失女孩的鬼魂。好友看到鬼魂恐怖的嘴脸后发出惨叫，贤秀急忙循声跑过来，只见好友已经倒在地上，妈妈则身穿手术服，神情恍惚地走过来。贤秀已经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深知妈妈对自己做的一切。妈妈则看了看女儿的脸，直接给她打了一针麻醉剂。当她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已经被固定在手术台上，而旁边的手术台上则是丢失女孩的尸体。妈妈现在已经被女孩的鬼魂迷惑，失去理智，准备把贤秀的脸皮割下来还给女孩。此时贤秀不停地诉说着和妈妈的过往，妈妈脑海瞬间闪过和女儿相处的场景，意识慢慢恢复正常，暂停了换脸皮手术，而后就晕了过去。突然丢失女孩从手术台上坐了起来，走到贤秀身边说道，把我的脸皮还给我。就在她手起刀落的瞬间，贤秀妈妈醒了过来，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女孩，你需要的是妈妈，你是我的女儿，到妈妈这里来吧，妈妈对不起你。
此时，女孩的鬼魂竟变成了小时候的模样，也原谅了眼前这个伤心的女人。女孩认为，女人还是把最好的母爱留给了自己。而后，贤秀妈妈自杀，带着女孩离开了这里。女人不舍得看着亲生女儿。电影结束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喜欢的就点赞关注一下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